军正准备处决一批犹太人，可还没开枪，就有个老六抢先一步倒地装死。这拙劣的演技惹得士兵捧腹大笑，男人被吓得瑟瑟发抖，赶紧爬起来跪地求饶。他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为了圆下这个弥天大谎，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本波斯书，那是他刚刚用半块面包换来的。谁也不会想到，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即将彻底改写他的命运。因为德军上尉正迫切地想要学习波斯语，男人虽然暂时捡回一条命，可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因为他这个冒牌货，他根本不懂波斯语。面对上尉的试探，他只能硬着头皮胡编乱造。上尉指着书上的波斯文字追问含义。他刚好就会这一句，还是从给他书内人嘴里现学的。但仅凭这一句远不足以打消上尉的疑心。上尉当场下令让他现场说一段波斯语。吉尔斯心脏狂跳，手心冷汗直流，一旦露馅，他将必死无疑。可他别无选择，只能强装镇定，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万幸的是，上尉也不懂波斯语，但谨慎多疑的上尉却让他翻译一遍。吉尔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胡言乱语。诗句虽美，可上尉却依旧半信半疑。他眼神锐利如刀，冷冷警告吉尔斯，胆敢欺骗他，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最终，上尉将吉尔斯分配到厨房干活，每天收工后再去办公室教他学习波斯语。吉尔斯暂时摆脱了被屠杀的命运，可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恐惧与挣扎。他要凭空创造一门全新的语言。好在厨房就是他最现成的字典，盘子、勺子、刀叉、面包，身边的每一样东西都被他悄悄编成了波斯语。可创造容易，记住难，他必须牢牢记住每一个自己瞎编的词汇，不能有丝毫混淆，稍有不慎便是灭顶之灾。好在上尉的要求不高，每天只学4个单词。他的计划是等2年战争结束，学会2000多个单词，就去德黑兰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吉尔斯听后瞬间懵了，他要靠2000个凭空捏造的波斯语硬生生撑到战争结束，这简直是让他生不如死。每到深夜，吉尔斯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编造的词汇，生怕记错一个就小命不保。可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吉尔斯的特殊待遇很快引起了警卫马克思的不满和怀疑。他笃定吉尔斯根本不是真正的波斯人，可马克思的告状恰恰触犯了上尉的大忌。他最容不得下属显得比自己聪明，吉尔斯的真假他要自己判断，轮不到旁人指手画脚。马克思被呵斥后，心中的怨恨更深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证据，揭穿吉尔斯的谎言，让这个骗子彻底置于死地。马克思的敌意尚未消散，上尉对吉尔斯的怀疑也再次卷土重来。为了彻底试探出吉尔斯的真假，上尉特意给了他一个更加艰巨、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下班之前翻译出40个波斯语单词。这个要求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瞬间将吉尔斯打入绝望的深渊。平日里每天编造4个单词就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举步维艰，更何况是40个，还要凭空编造，精准记忆，不能有丝毫差错。这哪里是试探，这分明是要置他于死地。就在吉尔斯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尉又交给了他另一项任务，抄写集中营内囚犯的名单。这份看似枯燥又卑微的差事，竟成了吉尔斯绝境中的救命稻草。他在翻页时，纸张无意间盖住了名字的一半，那些裸露在外的音节碎片，像一道穿透黑暗的光，瞬间照亮了吉尔斯绝望的心底。只要把囚犯人名的音节碎片当作稳定的词根，稍加改动组合，就是一个全新的波斯语单词。这样一来，这些编造的单词既不会轻易混淆，比之前凭空瞎编的更容易背诵。吉尔斯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突破口，重新燃起了求生的微光。转眼到了夜晚，上尉准时前来验收任务。面对上尉的提问，吉尔斯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没有丝毫慌乱。即便有个别单词记不太清，他也能不动声色地悄悄扫一眼手边的囚犯名单，瞬间回忆起对应的波斯语发音，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吉尔斯这番流畅无误的应答，彻底打消了上尉心中的最后一丝戒备。他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从鬼门关里硬生生将自己的性命拉了回来。为了能编造出更多的波斯语单词，吉尔斯每次给囚犯打饭时都会悄悄问对方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不仅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单词，更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每一个同胞的名字。而上尉也从未辜负他的教导，每天都极其用心地背诵着这门只属于他们2个人的专属语言。可这样勉强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一次德军聚餐时，上尉酒过3巡，兴致正浓时，突然随口问道：
吉尔斯一时大意，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浑身一僵。这个单词是面包的意思，他竟不小心把这两个单词混淆。上尉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立刻变得冰冷刺骨。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欺骗了，愤怒之下，上尉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吉尔斯脸上，将他重重打倒在地。吉尔斯吓得魂飞魄散，连忙爬起来辩解，声称树和面包在波斯语里本就是同一个单词。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上尉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辩解，眼神里翻涌着刺骨的杀意，对着吉尔斯一顿拳打脚踢，将他狠狠暴打了一顿。随后，上尉立刻下令将吉尔斯发配到了环境恶劣的采石场。在这里，吉尔斯每天不仅要承受远超身体极限的繁重劳作，更要承受警卫马克思的刻意刁难和肆意殴打。他过得生不如死，身体被摧残的日渐虚弱，终于他再也支撑不住，彻底倒了下去，陷入了昏迷。昏迷中，吉尔斯的嘴唇不停蠕动，嘴里反复默念着那些自己凭空编造的波斯语单词，语气微弱又绝望，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士兵赶忙叫来了上尉。Gerufen nach seiner Mutter und sagt, er will nach Hause. 那一刻，上尉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怀疑彻底烟消云散。他当即下令紧急将吉尔斯送往医务室救治，吉尔斯也因此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康复后，上尉继续让他教自己波斯语，还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集中营里的日子暂时归于平静，可这份平静终究只是暴风雨前的假象。这天，吉尔斯工作时亲眼目睹了一幕让他痛心疾首的场景：一个年轻的哑巴囚犯不慎将手中的推车推倒在地，一旁的监工看到后，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对着哑巴一顿惨无人道的毒打，下手又狠又重，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哥哥看到弟弟被打，心急如焚，立刻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护住弟弟。可监工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依旧我行我素，下手愈发凶狠。一股难以言喻的痛楚瞬间席卷吉尔斯的全身，他何尝不想冲上去阻止，可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无能为力。但即便如此，吉尔斯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冒着身份暴露、丢掉性命的风险，偷偷从厨房拿出一些食物，送到了这对兄弟手中。这些微不足道的食物，在朝不保夕的集中营里，无疑是能救他们一命的救命粮。兄弟两人感动涕零，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叩谢。吉尔斯此刻并不知道，他这一时的善举，在日后的绝境中将会成为拯救自己性命的光。很快，吉尔斯就迎来了真正的劫难。这天，集中营里新来了一批战俘，其中一名英军飞行员恰好是真正的波斯人，这让马克思瞬间喜出望外。他终于找到了能让吉尔斯死无葬身之地的机会。然而这一幕恰好被一旁路过的哑巴兄弟听到，马克思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一把揪住吉尔斯的衣领，像拎一只小鸡似的狠狠将他拖了出去。他只要让吉尔斯和这个真正的波斯人对峙，谎言就会不攻自破，吉尔斯必死无疑。可当他们找到那名英军飞行员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飞行员刚刚被人杀害，早已没了气息，即将到手的证据凭空消失。马克思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认定这一切都是吉尔斯搞的鬼，是他为了掩盖谎言提前下了杀手。马克思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吉尔斯一顿疯狂拳打脚踢，发泄着心中的愤怒。就在吉尔斯命悬一线之际，哑巴的哥哥突然站了出来，承认了一切。他没有一句辩解，没有一丝畏惧，他用最悲壮、最决绝的方式护住了曾经给过他一口食物的恩人。马克思见状，怒火更盛，他举起枪，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即便如此，他依旧难解心头之恨，上前又狠狠一脚将一旁的哑巴踢晕了过去。飞行员已死，死无对证。马克思再恨吉尔斯入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痛下杀手。然而哑巴哥哥的死让吉尔斯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愧疚，他决定用自己的命换哑巴弟弟活下去。两人悄悄交换了外套，吉尔斯要代替他前往另一个集中营去迎接自己本该面对的命运。第二天清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被驱赶到一起，排成整齐而压抑的队伍。他们都清楚这是在奔赴命运的终结。队伍出发时，一名德军军官无意间瞥见了人群中的吉尔斯，然而他并未在意。就在吃饭时，军官随口将这一幕告诉了餐桌上的上尉后，上尉的脸色瞬间大变，他再也无心用餐，匆匆放下餐具，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便立刻起身冲出餐厅，朝着囚犯队伍离去的方向狂奔。他生怕自己晚一步就再也见不到吉尔斯。终于，他追上了缓缓前行的囚犯队伍。二话不说，一把将混在人群中的吉尔斯拽了出来。领队的士兵见状，立刻上前阻拦，语气强硬地声称这些人的名单已经确定，没有上级的命令，一个都不能少。面对士兵强硬的态度，上尉彻底失去了耐心，公然掏出枪对准了士兵的脑袋。士兵瞬间吓得脸色惨白，立刻认怂，不敢再阻拦分毫，只能眼睁睁看着上尉带走吉尔斯。远离队伍后，上尉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既愤怒又不解，对着吉尔斯厉声质问道：Ein stummer Junge aus Italien. Und für ihn wolltest du dich opfern? An seiner Stelle warst du bereit, mit diesem
Haufen Namenloser zu sterben? Sie sind nur namenlos, weil du ihren Namen nicht kennst. Aber sie sind kein bisschen schlechter als du. Wenigstens sind sie keine Mörder. Ich bin kein Mörder. Du sorgst dafür, dass die Mörder gut speisen. 此时，盟军的推进势如破竹，德军的败局早已注定。为了销毁自己的罪证，他们暗中计划熄灯之后屠杀掉集中营内所有的囚犯。上尉知道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打算乔装成平民逃往德黑兰。临走前，他始终放心不下吉尔斯，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强行将吉尔斯带出了集中营，再一次救了他一命。上尉将吉尔斯带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两人就此分开。吉尔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Warum hast du mich mitgenommen? Erinnerst du dich an die Wette um die 20 Fleischkonserven? Die wollte ich nicht verlieren.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随后，上尉乔装成平民来到了机场海关，他试图用吉尔斯教他的波斯语与海关人员沟通，想要蒙混过关，可对方根本听不懂他的鸟语，立刻对他的身份起疑。上尉看着海关人员，脸上充满了绝望，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花费2年时间学习的波斯语，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自己毕生的梦想也毁在了这场谎言之中。吉尔斯则成功逃离了集中营后，被盟军解救。长官询问他是否知道囚犯的名册，他们想要收集纳粹的罪证，将这些刽子手绳之以法。吉尔斯声称记住了所有囚犯的名字，一共2840个。长官满脸质疑，根本不敢相信。随后，吉尔斯缓缓地念出了一个又一个同胞的名字，声音平静而坚定，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名字都诉说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每一个名字都是他用谎言守护下来的希望。在场的所有士兵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用谎言编织的求生之路，最终竟然变成了一场铭记生命的救赎。